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。上次我们家在2个建材商店去看壁炉，结果没有几个，因为是夏天，人都收起来了。那我们决定是上网买。当当当，到了，这个是刚刚到达的啊，经过了大概是5、6天，从保加利亚发货，一直到德国。看这都已经打板了啊！现在我们就要给它拆开，然后运送到屋里。缠的好多层，哎呀！咱这个壁纸刀有点小，哎，这种力气活就交给你了。这一个几十公斤呢？100公斤。100公斤。还好我们家有一个这种小货车，拉东西方便。上去拆吗？对。我帮你啊。100公斤，我想想，我能达到110试试。车怎么坏了？车，哎呦！盯1个半老爷们儿啊！看这2块砖，是以前我们家壁炉铺的那个隔热。其实这个东西它已经是隔热，只不过是我怕一个万一。然后这块是我拿木头砸了2回，所以就碎了。现在我们要把这2块瓷砖给卸下去。这个板儿老沉了，慢点儿。大致能看出来了吧？这就是我家新壁炉样子，方方正正。哎，把这些还有一层膜给它去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家壁炉真正样子了。这个宽度是半米，然后高正好是1米。这高度跟我家以前那个壁炉是一样的，但宽度比以前那个要宽一些。然后上面这块是门儿，这块有一个门儿，相当于一个烤箱的地方。底下这着火，上面就可以热个披萨呀，热个饭，甚至烤个面包都可以在这个地方。下面这块是放一些小杂物，比如说木头、烧木头、炭、零件什么的都可以往这放。看啊，这底下，哎，这底下深度还可以吧。然后这个门里面堆了好多，呦，好多纸壳。这是填空啊！啊，它这个门上面会有一层绒毛，也是防止跑烟。以前我家就整过这个绒毛，不定啥用，不知道它这个自带的会不会有什么效果。炉灰落到这个里面，比较窄，大概2天就得倒一次。慢一点，这垫子底下会有一层软的东西。到正常，到，你得使劲一下，你往后，对，使劲一下，哎，来，往前一点点撸，好，他给咱塞这么多破旧车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这个玻璃在底下呢，他怕这个坏。好多呀！玻璃，这个就是里面了。这玩意儿还活动呢，怎么？烧完木头炭直接从这块掉下来，掉到下面这个小壳里，一拉一倒，包这么多层。我也想这问题，包了这么多层。
想想这炉子的价格，这点保鲜膜算什么？看看能源等级是多少 ？A Plus， 特意买这好的。嗯 ，A 加，好像在德国很少有 A 加加电器，就任何电器都是 A 加加，太少太少。这个就要撕下去了吗？我不能把它留在这儿啊，它不应该出现在玻璃上。这个是上面的玻璃，那块是下面玻璃。这有个温度计放烤箱上面了，在屋里头不就可以烧烤了吗？对不对？在屋里烧烤，你这个，哎呀，闲没活干哈。它这个玻璃是硬往里夹呀，没有任何，就是玻璃是孔打孔那种，然后给它拧里面，它是夹到这两块铁皮里，还得放大。就是这意思呗。对，这应该是不会硌坏，这下面有这毛毛。会硌坏？会吗？很有可能。那不动呢？你不弄它不坏。人生不就完美了吗？就这么随便一挂呗，这个。一个玻璃。这个跟那个也是一样，往里夹试试。这两个门的玻璃就这么简单粗暴的给安上了。这是啥呀？烤箱托盘。烤箱托盘。这就是我家壁炉安装完了。前面多留这块有木炭掉下来也没事儿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家这个地板是10速的，防火。这个炉子分为室内进风和室外进风，然后室外进风你就得专门连一个管道连到室外去。如果说室内进风，那它就烧你屋里边的空气，那你就得算好你这个是多长时间要换一次空气，开窗户。这回买的是9000瓦，之前的是5000瓦，也就是说能量将近是以前的1倍，就多烧点木头。以前壁炉一块木头2个小时，现在就得1个小时了呗？那不一定，到时候再看吧，因为木头燃烧时间是固定的，释放能量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买这个壁炉室内的管子了。这个壁炉呢，我们花了在这里619，还免运费，直接邮过来的。我们上次去建材商店录视频的时候，你们也看到啊，壁炉有从100多不等。然后我们前2年去过别的地方去看壁炉，那个壁炉有几千甚至上万，那这上万的比较少了，但几千的是常见的，也是比较多的。像我家这个价格的，多爸是满意的。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圆一些的，但是多爸说上面带个烤箱这种，比较方便一些吧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